特朗普不去，莫迪也不去，但红场上的礼炮仍会准时响起。俄已邀请中国参加红场阅兵，解放军仪仗队提前抵达莫斯科参与彩排。那么，此次安排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特朗普和莫迪又为何会缺席？5月9日，俄罗斯将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胜利日阅兵式，纪念苏联在2战中战胜纳粹德国。这是一场象征国家力量、凝聚民族认同的重要活动。尤其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普京更是要借这场活动稳住国内情绪，强化战时团结，向外界传达一种态度：俄罗斯不会后退，也不会孤单。据报道，今年红场阅兵缺席名单上有几个重要名字。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到场，虽然有消息称他已经接受俄方的邀请，但特朗普本人以及克里姆林宫都予以否认。而在当地时间4月30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迪不会来莫斯科参加红场阅兵，但印度将派代表参加。有分析称，这2位关键人物的缺席，说明如今的红场已不再是所有领导人都愿意站上去的舞台。而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不仅中国领导人应邀出席，还派出了解放军代表团赴俄，早早就已抵达莫斯科。这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在俄罗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中国选择了鼎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个安排上的亮点，那就是解放军仪仗队目前已亮相莫斯科街头。当然，这并非中俄首次在阅兵中互动。自2015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仪仗队多次赴俄参加红场阅兵，而俄方也曾派仪仗队参与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这种常态化交流标志着两军互信达到新高度。事实上，尽管西方多次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同盟，但两国始终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这种关系既避免了传统联盟的束缚，又通过务实合作形成战略互补。至于特朗普和莫迪缺席此次红场阅兵，背后原因也不难理解。对于特朗普而言，他现在的主要精力放在关税和国内经济上，同时他需要考虑美国国内民众的态度。在如今挺乌反俄成为美国政治共识的背景下，公开出现在红场阅兵式，对他并没有太多好处。更何况，特朗普本身就曾陷入通俄门，如今与俄罗斯的谈判也不顺利。即便他对乌克兰问题持保留态度，但他也清楚，现在不是与俄罗斯过于亲密的时候，他必须保留足够的空间，让自己有回旋余地。而莫迪的缺席则更复杂一些。一方面，印度一直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姿态，与俄罗斯保持传统友好关系，与西方也维持合作。另一方面，莫迪选择不出席，也是对国内外形势的综合考量。现如今，印巴冲突在即，印度又在和美国进行关税谈判，但其本身也不想与俄罗斯彻底拉开距离，因此派出代表到场是一种折中的办法。说到底，莫迪此时不愿站队任何一方。相比之下，中国的出席更具战略意义。在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震荡中，中国始终呼吁和平，推动政治解决，但同时，中国也明确表示反对对俄制裁和遏制，支持以和平谈判结束战争。这种立场决定了中国不会与俄罗斯切断关系，更不会在关键时刻缺席。与此同时，4月28日，王毅与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再次会晤，双方一致强调继续推进两国元首的战略沟通，为即将举行的纪念活动做准备。这种高密度的外交接触背后，是双方对稳定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国际秩序剧烈变化、西方主导的体系遭遇挑战之时，中俄的相互支持就显得更为关键。此外，中俄互动不仅仅体现在胜利日活动上。今年9月，中国将举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届时普京也将作为重要嘉宾访问中国，双方互访不仅是象征性的外交礼节，更是在当下多极化趋势中稳固战略协作的具体体现。所以，这场阅兵式也不仅仅是俄罗斯的节日，更是一次多边政治的检阅。从目前已确认出席的名单来看，包括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原苏联国家领导人，以及古巴、老挝、几内亚比绍等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都将现身红场。这些国家虽然在国际上影响力有限，
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证明俄罗斯在非西方阵营中依然有相当强的号召力。正如王毅在与拉夫罗夫会谈时所说，当前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依然盛行，金砖国家要继续团结合作，扩大全球南方的话语权，这既是对当下国际秩序的不满，也是一种建设性的应对方案。而对普京来说，他需要这一场阅兵，也需要在这场阅兵中看到老朋友的身影。而中国的到来，无疑是这场节日中最有分量的部分之一。未来的世界会走向何方，或许还未可知，但在5月9日这天，红场上响起的每一次礼炮，都代表了一种延续的信号。历史从未远去，选择正